各位家长，大家好，我是諮商心理师张嘉文。现在这个时代，我相信大概没有一个孩子手上是没有3C 产品的，那也代表大概没有家长不为孩子使用3C 产品这件事感到头痛跟烦恼。所以我们在这一集里面，我们会来谈谈看3C 产品它为我们的孩子跟家庭里面带来的一些影响，还有就谈谈看我们的孩子为什么会被3C 产品给吸引了。那最后一个部分，我们会来聊一聊滥用3C 产品之后会对孩子带来的风险总共有哪些。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来多认识我们孩子手上的3C 产品所带来的影响。好，那第一部分 3C 产品带来的影响上面，我相信所有的爸爸妈妈一定都跟我有一样的经验。大概这几年来，大家在使用3C 产品的经验都是非常的丰富。那包含我们可能用它来休闲，用它来玩乐，也用它来学习，也用它来工作。那就如同我们看到影片里面的小 baby， 他也拥有了3C 的产品，这也是我们孩子出生世代里面一个非常特别的状况。可能在我们过去成长过程里面，3C 有可能是在我们进入成年期之后才会用到的东西。可是我们的孩子在他们出生的时候，我们的网络也好，3C 也好，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广泛。所以孩子一定会用到，那既然他们会用到，我们就来聊一聊我们怎么样帮助他们好好使用。那3C 产品它能够让我们做这么多事情，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当然就是因为网络世界的发达哈。那这个网络世界的发达，它也会让我们的孩子或让我们自己得到很多不一样美好的经验，包含我在网络世界里面，我可以获得非常多有趣的资讯，然后还有一些模拟的人际关系。例如说，我可能会拥有一些朋友，也许我是从来没有见过面的。那3C 还有网络也是一个自我展现的舞台。也许你用 FB、用 IG 把自己的可爱的漂亮的照片贴上去，这是一个自我展现的机会，自我展现的舞台。那另外3C 还可以做什么 ？online 的电动游戏 game， 然后还有包含崭新的学习跟工作领域的部分。那尤其近2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有非常多线上学习的机会，所以3C 也成为我们生活里面不可或缺很重要的工具。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孩子也跟着我们一起使用，孩子也在这样的一个3C 产品遍布的情况下，那他们会被这个3C 产品吸引的原因大概有哪些？了解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也会更让我们知道孩子到底有哪些需求是借由3C 产品所满足的。所以我们如果之后要跟他讨论规则，或者是包含帮助他们不要滥用，你就必须要从这个角度去考量。好，所以我们来聊聊孩子他从3C 产品里面获得哪些东西哈。第一个叫做团队感跟亲密感，如同我前面提到的，因为它有非常多虚拟的人际关系，所以我在里面不管共同完成任务，或者玩一些电动的游戏 game 啊，它都会让孩子觉得我有加入某个团队的感觉。那我也可以跟人有好多的互动。那另外就是在这样的一个3C 产品网络世界里面，借由玩这些所谓的 online 的游戏，也会让孩子有一些成就感出现。那这些成就感，我会说它是个虚拟的，原因是因为它可能跟日常生活里面的学习、工作不太一样，但人还是会从里面得到一些成就感，还有满足自己的一些满足上面的需求。那接着就是3C 产品它的一些声光效果的刺激，它也会是我们逃离压力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但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我们的孩子从里面得到了一些部分，它也会带来一些后面的代价，这是我们待会再继续谈的。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获得之外，还有哪些获得呢？3C 产品提供的新鲜好玩的资讯，虽然它不一定正确，但对孩子来讲，可以接触好多他可能没有想过的世界，跟不同的人或者不同的人事物他们的一些经验，所以也有可能他们可以经营了跨国界的一些情感的交流。所以你孩子可能会告诉你说啊，我认识了一个美国的朋友，我认识了一个日本的朋友，我认识了一个哪里的人哈。那这可能跟爸爸妈妈我们的经验很不一样。我们以前过去，也许我的人际关系就会是实体的人际关系，我会认识办公室里面的人，我会认识我的同学，认识我的邻居。但我们的孩子从这3C 产品里面，他有更广泛的选择，他也会认识更多人。那最后能够获得什么？新的工作环境，还有包含新的工作选择。就像孩子可能会跟你讲，他未来也要当网红，或者是说他要告诉你说，他可以要在家工作，因为网络就可以满足非常多他工作上面需要的部分。其实这都是3C 产品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好处的部分，也是孩子从中里面得到很重要的收获。那前面我们在讲，这是孩子他从3C 产品里面得到的收获。接下来我们就要讲一个稍微比较严重的问题，也就是
当孩子滥用3C 产品之后，可能会为他们带来哪些风险？那所谓带来哪些风险，意思就是说，我的孩子有可能他过度使用3C 产品之后，有些部分变得没有办法好好进行，或者是因为我太着迷3C 产品，所以我用它的时候，它反而占掉我太多的时间，甚至取代了一些原本我在生活里面可以做到的一些事情。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当我们的孩子滥用3C 产品之后，可能会带来的危险或风险的部分哈。那第一个部分就如同我刚才提到说，有些时候3C 产品它提供了一个时间或提供了空间，让孩子在里面玩一些电动游戏 game， 那他从里面会得到一些破关的快感，或者是得到了一些说，我分数节节上升的快感。而这样的一个虚拟的一个成就感，有时候还蛮吸引孩子的一个注意力。所以他就会认为说，也许我在3C 里面可以得到这件事情，我就会更期待我能够做得更好在3C 产品上面。但是这个却跟他们一般的生活跟学习是很不一样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实生活里面，你要学数学、学物理、学化学、学英文，它其实都是一个需要一步一步来。那有些时候必须要度过一段相对比较枯燥乏味的时光，才能够慢慢的再往前进。那甚至有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你需要找很多资源跟很多人帮忙。那这个部分跟他们的虚拟上面，就是在网络里面的 game 的那个成就感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学习过程也不同。那当然相对实体的学习，我们真实世界的学习难度是再高一点的。所以我当孩子发现我好像比较容易从3C里面得到成就感，那我就会渐渐对于外界的这些学习越来越容易放弃或动机下降。好，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风险呢？有些电动游戏 game， 或者是说他在3C 里面或网络上面可以看到一些不适合他这个年龄应该要看的一些影片，或者是一些杀戮的一个游戏。那他也容易让孩子出现一个状况是，大家知道那个杀戮游戏，就是我今天杀了这一群人之后，他们过一阵子就会再复活嘛。那其实在这件事里面，孩子学到的经验，比较幼小的孩子就会觉得说，原来伤害别人这件事好像没有这么严重，反正都会再复活。可能这对大人来讲，觉得说我可以很分清楚游戏里面的虚幻跟现实生活里面的真实。但的确对很多孩子来讲，这些事情是他的共同经验，所以也就变成说，他比较容易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对人的情感也好，对于伤害别人这件事的感受性就会下降。其实有些时候会引来更多危险，或者是更多后续的一些代价，我们需要共同面对的部分。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刚才讲到3C 产品里面，它有一些虚拟的人际关系。那这样的人际关系，因为有一些匿名性，对方也看不到我，我也看不到对方，所以我要怎么样伪装自己都可以。所以有些时候反而比较容易在这个网络上的人际关系里面得到我想要的互动。可是它跟现实生活里面，我们从一开始认识一个人，经营关系，面对冲突，然后经营更深刻的关系，这样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所以孩子有时候也会经验说，我好像跟就是我的网络里面世界的朋友在一起比较容易，那反而外面这些关系要经营，有时候挑战太高的时候，我就会选择放弃或疏离。但可惜的地方是，孩子还是永远得要回到真实世界的生活。那这样的一个疏离，有时候会带来更大的他们未来在适应群体上面的一个困难。那接着另外一个人际上面困难，就是因为这些社群软体啊，或者社群媒体会引发很大的人际焦虑感。所谓人际焦虑感是这样，我们可能以前在我们过往的学习的时候，我有可能在学校8个小时的时间，所以我在学校里面也许会遇到一些跟朋友的冲突，但是我下课放学回家后，这些冲突的感觉就会离我比较远。可是现在孩子的困境是什么？他们有 LINE 的群组，有 FB 或各种的网络上面的媒体，那这些媒体会带来一些影响，是他可能无时无刻都需要去面对跟经验到别人对他的一些敌意的感觉。那对很多孩子来说，那个生活里面几乎没有片刻可以逃脱这些人际部分的冲突，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焦虑感。那当然另外一种焦虑感来自想象。什么叫做想象？当他看见我今天有朋友在，就是也许在 IG、FB 或在微博上面贴了他们一起出游的照片，为什么他们一起出游，而我没有被通知？那种孤单被排挤的感觉，也很常是在这样的一个社群软体下，孩子当他很容易接触到这些讯息的时候，他可能也会让他出现很多想象中的人际互动冲突带来的一些焦虑感。那最后就是我们之后也会来密集讨论的，
有时候当我滥用网络之后，我进到一个沉迷或者是一个成瘾的状况，生活就会失去一些秩序。孩子可能会为了要玩网络上的游戏，他开始睡很晚才睡，他可能开始放弃他一些学习的部分，全心全意投入网络的这个世界。生活里面该有的一些秩序跟该有的一些功能，可能包含睡眠，包含他的学业，包含他应该要做的任务都失去了秩序。其实这个混乱有些时候会让他对于生活里面很重要的这些关键任务更有无力感。那最后则是提到，身为家长的我们也更担心的一件事，其实在网络这个世界有非常多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想象的陷阱。那孩子可能会在一些引诱也好，或者是想要回应别人的一些情况下，暴露了自己的一些隐私。那暴露这些隐私可能包含，也许我把我自己的一些个人的资料 po 上去，或甚至有些孩子为了得到人际关系的互动，我会接受别人的邀请，我拍了我的裸照传给对方。那其实这些事情它都会影响到孩子未来的平安跟安全，这也是我们格外要注意的很重要的关键。除了沉迷，除了成瘾之外，当孩子暴露太多隐私的时候，或者是说他使用网络上遇到一些安全的问题，这都会是当他们在滥用的3C 产品的时候常常带来的一些困境跟风险。这也是身为爸妈的我们格外要注意的部分。那在这一集里面，我们谈了网络或3C 产品对于我们跟孩子带来的一些好的部分，也谈到滥用之后会带来一些影响。可能爸爸妈妈听完就会觉得说，哇，好像有点可怕，跟我们当初想象很不一样哦。那既然是这样的情形，我们就要来思考一下，我怎么样跟孩子去建立一个规则，让他可以善用3C 产品，而不是滥用3C 产品。那这个部分是我们下一期会来讨论的部分。那如果大家是看 YouTube 的影片的话，也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哦，之后就可以定期收到我们的一些新影片上架的通知。那大家我们就下期见，我们下期再来一起讨论，大家拜拜。